人类登上海拔8000多米的珠峰已经有50多年历史了。然而海拔只有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至今还依旧是处女峰。横跨云南西藏两省梅里雪山不仅是当地藏民心中的神山，还是人类至今从未登顶过的山峰。据说只要有人向梅里雪山顶峰发起挑战，就会在途中遭遇厄运。那么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30年前一个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故事或许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一行17名登山队员在攀登途中遭遇雪崩，最终全部遇难。直到7年后，这些遇难者的遗体才被附近的村民发现，一并找到的还有登山队员的日记。日记中除了记录队员们当时的一些情况之外，还记录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内容，这无疑给这次遇难事件又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那究竟是自然的惩罚还是人为的失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起遇难事件。梅里雪山位于中国云南省，地处云南和西藏交界处，又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3江并流的中心地带，也被称为雪山太子。整个山群有13座山峰，高度超过6000米，也被称之为太子13峰。其中作为主峰的卡瓦格博峰高达6740米，是云南的最高峰。虽说不如玉龙雪山出名，但背后却有着极其浓厚的神话色彩和宗教信仰。西藏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峰曾经给当地的百姓带来过无尽的灾祸，所以民间也把它称为妖山。近些年来，也有不少游客因为这个传说慕名而来。卡瓦格博峰从何时被称为妖山，我们无从考究。直到藏传密宗师莲花生大师历经8大劫难，最终收服了卡瓦格博山神，让其皈依佛门，成为守护藏民族的神将。这一转变使得卡瓦格博峰从只会带来灾难的妖山变成了当地藏民心中的神山，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神山的赐予。在当地藏民心中，卡瓦格博峰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只可顶礼膜拜，不可登顶。他们认为一旦有人登顶，就会冲撞山上的神灵，神便会离开他们而去，缺少了神的庇护，灾难将会再次降临。当然了，梅里雪山作为神山，自然也成了藏民们的祈福圣地。他们认为转山苦行一圈能消除今生的罪孽，给来世积下功德，因此很多虔诚的信徒几乎每年都要去转山。而他们转山的装备也比较简单，用背夹背上单薄的被褥，再带些糌粑面、酥油、茶叶等简单食物，拄着一根转山竹就上路了。然而转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个转山过程大约需要走10天，途中经过的大部分地方几乎都是无人地带，也有只是零星几户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人烟稀少的同时，就连登山路也是格外艰难。途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山上的冰川区、冰裂缝个个都是险象环生，转山都如此艰难，可见想要攀登梅里雪山简直比唐僧去西天取经都难。然而就是如此难以攀登的神山，激发了全世界各地探险家们的征服欲。从1902年开始，来自各个国家的探险者陆续前往挑战，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直到1991年发生的那起特大山难，才让世人真正见识了梅里雪山发怒的威力。事件大致是这样的：1987年，日本的一支登山队听说了梅里雪山的传说后，便想要挑战一下。此时恰巧有中国的登山队也想完成这场挑战，于是双方经过协商，最终中日两国组成了一支联合登山队，双方签订了长达10年的联合攀登协议，目标是在合同的有效期内攻下卡瓦格博峰。接下来在经过双方长达3年的准备后，决定于1990年11月开始攀登计划。11月10日，日本队伍从神户出发，来到了云南省，在德清县短暂休整。11月27日，这支多达20人的中日联合登山队会合。这支队伍里，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登山队员占绝大部分，也是日本实力最强的登山队之一，背后有多家日本财团支持。这支登山队的队长是著名的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则是中国著名登山家宋志毅，曾多次打破国内登山纪录。其他成员也都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其中7人都有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再加上队伍里配备着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大家都很有信心征服这座海拔6740米的神山。实际上他们早在1989年9月就曾花了2个月的时间，对梅里雪山进行过一系列的地质、动植物以及气象考察。看着他们像是国家的科研队，当地藏民对他们的到访很是欢迎，还拿出青稞酒和酥油茶招待他们，也并没有阻止他们考察。在藏民们的协助下，他们沿海拔3000米的玉崩村出发，最终攀登到了5500米。这一回他们跟藏民们坦白是来挑战攀登卡瓦格博峰后，藏民们却极为愤怒。卡瓦格博峰那是山神居住的地方啊，即便当地藏民百般阻挠，还
还是没能阻止这次登山计划。望着一众不听劝的登山小队朝着卡瓦格波峰前进，藏民们只能唉声叹气的替他捏把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当得知登山小队要攀登卡瓦格波峰后，当地的藏民们曾跪倒在山脚下五叩九拜的祈求山上的神明能饶恕他们的行为。看着藏民们虔诚祈祷的模样，很多登山队员却并未放在心上，甚至还认为他们的行为荒唐。那么既然这次挑战做的准备如此充足，后面登山的过程是否顺利呢？1990年12月1日，登山小队在海拔3500米处建立了大本。此时大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根据梅里雪山当地多年的气候分析发现，卡瓦格波峰每年这个时间都属于旱季，天气相对稳定，适合攀登。可谁料大本营刚刚建好，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面对如此阴晴不定的天气，登山队员们还是决定迎难而上。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场大雪是梅里雪山近17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量。经过详细侦查和研究路线后，登山小队决定在以图建立了4个登山营地，其中1号、2号和4号营地的位置很快就定了下来，分别位于4500米、5300米和5900米的位置。但在3号营地的选择上，中日双方出现巨大分歧。宋之义作为副队长，觉得要为队员们的安全考虑，希望营地能够远离山脊，可井上治郎教授却希望营地能够建立在3条支脊的一条之上，这样有利于最后突击顶峰，最大程度的为他们节省体力。一个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一个出于计划考虑，最终争执不休的双方决定各退一步，把3号营地建在了争执点的中间。虽说这个折中方案暂时解决了中日双方的矛盾，但这个折中选择也为日后的山难埋下了一块。在大本营内调整过后，登山小队便正式向着卡瓦格波峰前进。然而才刚过去没多久，登山队员金俊喜就突感右臂发麻，抬不起来了。日方医生检查后认为他这可能是血栓，建议他回营地休息。金俊喜为了不拖团队后腿，只能回到大本营，和原来又留下来的张俊一起负责联络工作。他俩每隔几天就会在大本营和山上的临时营地之间往返一次，以确保营地的物资充足和队员安全。然而谁也没预料到，金俊喜和张俊这2位负责留守营地的联络员，竟幸运地成为这场山难中唯2的幸存者。12月25日圣诞节夜晚，17名中日登山队员抵达了3号营地，决定在此休息一晚。此时1号营地、2号营地已经空无一人了。事实上，按照专业登山队伍来说，这样计划是非常不理智的。队员们应该分散在不同地，以便应对攀爬途中的突发状况。时间来到2天后，由宋之义带领的5人突击小组来到了海拔5900米的4号营，并以此为基地，成功攀登到了海拔6210米。看着近在咫尺的山顶，登山小队的队员们都格外兴奋，纷纷立下誓言，明天一次性登顶。甚至他们还用报扩机将这一好消息传递给了山下的张俊和金俊喜。正当整个登山小队兴奋不已时，山下的藏民们也在时时刻刻地祈祷着，希望山神不要怪罪下来，他们无意冒犯，希望保他们平安。隔天5名突击队员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抵达了海拔6200的一侧山脊。此时空中突然飘来乌云，狂风骤起，队员们努力地扒住身旁的石头，强撑着爬到了6470米。但是此时周围的能见度不足20米。宋之义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继续攀登极不安全，需要寻找避难所或撤退到安全地带，以确保队伍的安全。于是就用扩报机呼叫大本营，汇报了他们此时的位置距离，询问他们该怎么办。在3号营地等待的井上治郎说，天气情况只是暂时的，很快便能过去，让突击小队先在原地等待。没办法，宋之义只能原地待命，带着队员们扎起了简易的帐篷，抵御风寒。就这样一直等到了下午4点，狂风依旧没有停止，甚至还下起了雪。宋之义觉得继续等待下去迟早要出事，于是建议撤回。可他们刚走2步就发现下山的路已经被刚才的雪给淹没了，漫天风雪里他们根本找不到方向。5人只能再次扎起帐篷抱团取暖。大本营内张俊和金俊喜也在不停地和他们联络，防止他们睡着。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多，风突然停了，借助月光的5个人这才摸索着返回营地。好在走了近1个小时后，终于返回了3号营地。这次失败经历并没有让众人气馁，他们反而觉得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起码地形是侦查好了，只要一鼓作气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大家决定在3号营地休整到1991年1月1日，随后再度向山顶发起挑战。可谁也没有预料到，从12月29日起，外面又开始下起了暴风雪。
不仅3号营地被雪封住了出路，连送补给的金俊喜和张俊两人也被困在了大本营里，根本出不来。起初的3天，营内的2人还能与3号营地的队员们联系上。到了3号晚上，张俊还在叮嘱队友们睡前要记得清扫帐篷前的雪，防止帐篷被积雪淹没。然而一夜过后，张俊和金俊喜醒来时才发现，平日早上6点就吵闹不止的爆破机，今天都7点半了，还始终听不到那头传来的吵闹声。张俊一开始以为是队友们赖床，于是拿着爆破机呼叫了半天，但那边完全没有反应。他还怀疑是不是爆破机坏了，但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有队员们人手一个爆破机，不太可能同时出现故障。想到这里，张俊开始觉得不妙了。与此同时，登山小队中李志云的妻子也忧心忡忡，只因早在3号下午，他8岁的儿子曾哭着说爸爸让雪埋了。听闻儿子这么说，妻子也担心李志云会出现意外，便呵斥儿子道：爸爸在山上，不准说对爸爸不吉利。也不知道是父子连心还是某种巧合，儿子的话竟然应验了。回到大本营这边，联系不上3号营地的2人都慌了，他们不停用爆破机呼叫那边的队员，可一直等到上午10点依旧没有回应。最终张俊和金俊喜向昆明指挥部汇报了情况，请求支援。接下来的4天，即便支援小队也来帮忙寻找，却依旧找不到登山小队的任何踪迹。大家一致认为这17个人肯定出事了。可就算遇到暴风雪等自然灾害，3秒钟就可以接通的通讯，哪怕是一个尖叫或一句求救，17个人也总该有1、2个能发个信号吧。然而此时说什么都晚了，17个人就这样离奇失踪，即便动用了当时的所有手段，硬是什么也没找到。年年找，年年都是无功而返。这神山似乎就这样把17个人永远留在了身边。而这场山难也成为了继列宁峰山难之后的世界第2大山难事故。可就算有着中日联合队登山队雪的经验，依旧没有打消人们攀登卡瓦格博峰的信念。由于中方和日方签订的合约有效期是10年，到了1996年，京都大学的山岳会再次组建了一支17人的小队，加上云南本地的4名中国登山队员，21人再次向卡瓦格博峰发起挑战。有了上一次山难的经历，这次当地藏民对登山队的排斥心理更加强烈，甚至还放出狠话，如果再有登山队来打扰山神，就把他们全部物资扔进澜沧江。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是极力跟当地人协商，经过艰难的谈判后，村民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可谁料这一次登山队依旧无功而返。这一次登山队最终来到了海拔6000米的高度，眼看着即将登顶，突然接到东京气象厅传来的消息，说是预计未来2天有巨大暴风雪，甚至超过了1991年那次。登山队员接到消息后，立马跟当地气象台进行核实，在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后，决定吸取上一次的教训，立马集合，迅速全部撤离。原本好几天的山路，硬是1天内就撤到了山下。然而还没来得及感到庆幸，就接到中日双方气象台通知，说是一股暖湿气流把原本山顶的乌云吹到了印度、巴基斯坦那个方向去了，未来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然而即便天气变好，但这一来一回的旅途已经让队员们消耗完了精力，只能再次作罢。这3次失败经历也让中日双方的登山队都丧失了征服卡瓦格博峰的信心。最终时间来到1997年2月，日本京都大学宣布彻底放弃攀登梅里雪山。3次挑战，3次失败，梅里雪山仿佛真的有神灵附体一般，阻止着无知者的挑衅。直到1998年7月，德清县明永村牧民桑才和同伴去明永川右侧高处垭口附近的牛场照看耕牛，从牛场返回村子的途中，冰川上露出了一点红颜色，让他停步分辨。可当他们上前查看时，才发现冰面上到处是衣服和睡袋，还有尸体，有的在睡袋里，有的在睡袋外，3、4具全身还在，其他的要不就缺头断脚，还有不少骨头。看着恐怖的一幕，桑才和同伴这才反应过来，这应该就是7年前登山小队遇难者的遗物，于是立即赶往村中向村长扎西汇报了此事。扎西深感事情重大，立马赶到县城向领导报告。消息一传再传，直到北京登山协会听说此事后，立即通知东京的日本山岳会。随后日方也是迅速向民众发布了这条消息，并立即派人前来北京辨认遗物。这次调查一共发现9具遇难者的遗骸，分别散落在高低
地不平的冰川和冰裂缝中，从睡袋、衣服和遗物上能辨认出的死者，只有中国的孙维奇、林文生以及日本的工藤俊二、米谷家晃。最终调查队收集到的有人名和明显标志的遗物共11份。此事一出，也是震惊了山脚下的藏民，只因当地有传说，如果有人冒犯了卡瓦格博，神山就会把此人留在身边做7年奴仆，再将其放回人间。从1991年到1998年，恰好7年。难道说山神之怒的传闻果真应验了？遇难前小队又到底遭遇了什么？整理遇难者的遗物时，桑才和同伴还找到了一本日记。而这本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日记本的主人写道，登山小队在遇到山难前竟看到了山顶的景色。日记中写道，先是看到了山顶上出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庙宇，随后雪崩就出现了，这也是登山队员遇难的原因。不过这里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要知道这些遗体和遗物的发现地距离登山小队遇难的地方相隔4000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距离？其次，嘎瓦格博峰的顶峰从没有被任何人登上过，何来建筑一说？那么登山队员们最后看到的又是什么呢？对此，当地藏民相信是登山队执意攀登雪山，从而触犯了神明，才会导致他们最终命丧于此。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登山队员遇到雪崩只是恰巧的自然灾害，跟所谓的灵异事件无关。至于遇难者日记中的内容，研究人员认为这应该是他们在遇难前一直处于缺氧、低温的状态下，出现了集体的幻觉，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才看到的庙宇。虽然不知道登山小队的队员们是否真的看到了庙宇，自从中日联合登山队遇难后，对于攀登梅里雪山的争议越来越大。在藏族人民心中，藏族文化深深植根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敬之中，每座神山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格和意义。这些神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破坏神山圣洁的行为，也不愿任何人继续来打扰卡瓦格博的安宁。于是在2001年，经过藏族人民的极力维护，人大正式立法，从此梅里雪山就成为中国境内唯一禁止攀登的大山。我们约定以一颗虔诚、安静、感悟的心，一颗善良、纯净、尊重的心，感念梅里的自然文化、宗教和信仰。这是梅里雪山下独属于雪山和人类的梅里约定。有人说藏民对神山的朝觐是一种迷信，尤其是转山祈福，这一行为更是离谱。这又何尝不是他们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敬畏呢？这种敬畏之心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它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不应忘记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永恒的追求。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喜欢挑战固然是好事，但为了一次挑战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太不值当了。